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大年30，家族聚餐，各种亲戚轮番恶心我。女孩子家的创什么业，肯定赚不到什么钱，还是趁早找个好婆家嫁了吧。实在不行，就叫你堂哥在他们公司安排个工作呀。下一秒，堂哥往我的微信发送了一条微信：杨总，求求你救救我们公司吧！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大年30，我坐在回家的车上，微信弹出几条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消息。今晚晚餐定在辉煌大酒店1楼188包厢，大家有空的都去吃饭聚聚。所有人。我堂哥在群里发了一条艾特所有人的消息，随即一堆人在底下跟风附和。还得是明仔有出息啊，年年都要你破费了。明天会更好，明总威武，明总记得看看私聊呀。我家儿子的事什么时候帮我们落实一下？明天会更好。老三，今年思思回来，你今晚不得多敬大家几杯。天道酬勤，说这句话的就是我那经常炫耀自己儿子在大企业上班的二婶。二伯二婶家还有个女儿，女儿就是刚高中毕业就嫁给了有钱人。二婶还经常去我家大肆吹鼓她那个女孩子就是要嫁人的言论。听说思思还没找对象呢，村口卖甘蔗的老李家儿子刚离婚。要不你们介绍了相看相看，哈哈哈！老李家儿子我也知道，不就是那个老婆被家暴，最后老婆直接带走儿子离家出走的那个吗？呸！什么歪瓜裂枣，也配跟我相看？最开始我爸妈也会问我什么时候找对象，在我赚了好几笔钱之后，终于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们再也不会催我找对象。反而更害怕我找对象会耽误我赚钱的速度。这次我回家，很期待能狠狠打他们的脸。这几年，父母在家估计也受了不少委屈。我特别交代两老不要漏财，就是怕门槛被借钱的亲戚们踏破了。我想了想，跟正在一边开车一边研究到村口导航的张叔说：“张叔，待会直接送我到家门口吧，我给你发个我家的定位。”原本只打算让他送我到村口，我自己进村的，但是想了想，我的这辆客地不在村里绕一圈再出去，都感觉买亏了。好的，杨总。进村路上，我特意按下车窗，这不是老杨家的吗？这是傍了大款吗？这车看起来挺高档的啊。高档什么高档？不就是一辆面包车？我们家仔仔开他们食堂的车去买菜，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车，看着不像面包车啊。那个标志不是50的，看来老杨不用担心自己女儿嫁不出去喽。他找的男人可真不错，还陪他回家来过年。我偶尔听到路边稀稀疏疏的嘀咕声，无语到极致，不由得翻了几个白眼。心里吐槽，女人有钱就不能是自己赚的吗？就一定要靠男人？我瞬间有点后悔叫张叔把我送到家门口了。听多了这种话，我的乳腺都要气增生了。幸好村口到我家不远，很快就到了。张叔停下车后，自然地帮我打开车门，然后从后备箱把行李箱拿出来。这个时候，妈妈听到汽车声，已经从屋里出来。我的好思思，你终于回来了！妈妈就差没抱着我痛哭了。我立马按住妈妈做事要抱住我的手。停，妈，你不是上个月才跟我爸去我那住了1个星期吗？搞得好像我们多久没见一样。妈妈摸了摸不存在的眼泪，低声嘿嘿嘿小声说道：“这不是邻居们都看着吗？我们每次去你那的时候，都跟他们说是回娘家了，不得演一下。”
我看了看周围八卦的围着我们的邻居们，无奈地摇了摇头。哎呦呦，这不是思思吗？你可把你爸妈给愁坏了，这几年都没见你回过家，这是带女婿上门了呀？你找的这男人可真不错，还专门开个面包车送你回来，就是有点老。你懂什么？老男人好，会疼人，你说是吧，思思？王大妈的嘴巴像个机关炮一样，一顿输出，话里话外都是暗示我傍了个大款，还是个只开面包车的大款。我都来不及反应，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妈都惊呆了，看看张叔，然后看看我。不是吧？你什么时候找了男朋友？家里也不说一声。王大妈嘲讽地说道：思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虽说丑媳妇总要见爹娘，但也不能先斩后奏啊，起码要跟你爸妈商量商量再决定。我一边心里安抚自己，王八放屁，不气不气，一边轻轻地说：我没有找对象，这是我的司机。这个时候，张叔很识趣地推着行李问我：杨总，这些行李要放哪里？王大妈刚才说的可尽兴，此时笑容还没消散，马上又自己找不说。哦，我明白了，这是你打的车吧？你见过哪个打车的司机会叫乘客做杨总的？我淡淡的说。只见王大妈的脸色瞬间就变得通红，好像被噎住一样，愣在原地。我翻了个白眼，不想理他，转头挽着我妈妈的手臂，然后示意张叔跟上我们，一起往家里面走进去。一堆邻居在我们身后，又在小声蛐蛐着。不用看，王大妈的脸应该已经是青一阵红一阵的了。刚才在家门口噎了好事的邻居一嘴，我妈妈开心的笑出声：思思啊，你是不知道，他们自从知道今年你要回来，都不知道多少人要来介绍你相亲了。可是妈听了，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人，离异带娃的，瘸腿的，肥头大耳的，就这些货，怎么配得上我的宝贝女儿呀？你放心，爸妈都回绝了，估计他们都以为你已经找到对象了，刚才才会这样说。一关上门，妈妈就一顿吐槽，听得张叔在一旁有些尴尬。他估计都不知道，在公司叱咤风云的杨总，在老家竟然有人敢给他介绍瘸腿的对象。我看向张叔，张叔本来听八卦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仿佛刚才那个听得呆住还不小心张大了嘴巴的人不是他一样。张叔，行李箱就帮我放在这里就好。我指向客厅的真皮沙发旁。好的，张叔应道。这时爸爸回来了，哈哈哈，我的乖女儿，来，爸爸看看你瘦没瘦。门被一把推开，爸爸热情的大脸就直接往我凑过来，身后是二伯和二伯母。突然，大家全部看向张叔。张叔看着情况马上又要有变化，马上向我说道：杨总，那我回去了，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就打电话给我就行。然后一溜烟的跑了。二伯脸上带着一丝讥笑问道：思思，这不会是你的？妈妈赶紧解释道：这是思思雇的司机。二伯一脸不相信，在他的见识里就没见过有谁能够买得起车，还专门雇个司机帮他开车的。我摆摆手，已经不想解释什么了。哇，这不是克地雪堆白吗？谁家的豪车停在这里啊？门外传来一阵惊呼声，然后进来一个人，是二伯的儿子杨树国。他穿着看起来很高档的衬衫，看着确实挺像样的，但是前后缝线没有对齐，腰线也不太合身。在懂行的人眼里一看，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流水线出的西装。哎呦呦，这不是我们老杨家唯一剩下的单身女青年思思吗？门口这辆车不会是你专门租来撑场面的吧？他看到我，
恶心的嘴脸就暴露无遗。我露出个疑惑的表情，看着他的衬衫说道：“哎呦呦，这不是我们老杨家传说中进入大企业大展宏图的不给家里交家用的国歌吗？你的衬衫看起来像是拼夕夕买的，不会是被人家坑了吧？”堂哥瞬间被噎住，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说出他不交家用的事实，还是因为我戳破他穿的衬衫很廉价这件事。思思，你别乱说，他每个月都要给我们转个好几千块呢。二伯赶紧解释道：“是我们心疼他不拿他的钱，都给退回去了而已。”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虚，在场的人都有听说这个传言，谁知道他儿子转没转钱？他们就知道整天到处炫耀儿子工作多好多好，可平时买菜都砍价砍得凶，贵的肉一年到头也买不到几次。杨树国也弱弱地附和道：“对呀，我又不是自己主动不交家用的，而且我这个衬衫可是定制的，好几万呢。”我指着他衣摆下方不小心露出的线头说：“哇，原来好几万的衬衫还会有线头啊！”我义愤填膺的做事要拿出手机帮他投诉的样子。“国哥，你在哪家买的？这可是要狠狠投诉他们家的。”大家此时都看向我指着的位置，果然隐隐约约从衬衫里面露出一小截没修剪的线头。杨树国赶紧捂住那个位置，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肯定是被人坑了，我是找朋友介绍的。不过这话说的，估计连他自己都不信。等过年后回去，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场面一时间有点尴尬，大家都狐疑地盯着杨树国捂住的位置。此时，三姑的大喇叭声音从门外远远地传来：“三哥，你们家好多人啊，发生什么事了吗？”三姑是我5个姑姑中唯一一个嫁到本村的人，她平时对我爸还算不错，但是经常在他面前蛐蛐我和我妈，她就偏偏看不惯我爸太疼我妈，老是怂恿我爸不要干家务，活都留给我妈做，还经常不知道去哪里听说谁单身了就想要介绍给我，巴不得我赶紧嫁掉，给他三哥挣点彩礼钱。幸好我爸没听他的，在家里勤快得很，也不催我结婚。他看到我，果然又是一番催婚言论。原来是思思回来了，今年找对象了吗？我摇摇头，我早就说了，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她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都嫁不出去了，将来老了可怎么办？我抿抿嘴，淡淡的说道：“我现在不赶紧赚多点钱，将来老了才能跟你一样，多点钱可以买多点保健品。”三姑的脸色瞬间青了，这句话仿佛戳中了她的肺管，她顿时大喘气起来，大声说道：“你这个小辈，没大没小说什么呢？”三姑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但是全部都去城里打工，没有一个人愿意回村里照顾三姑和三姑丈。前段时间，三姑在保健品机构被骗了所有积蓄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最后那个机构的公司宣布破产，机构也人去楼空，1分钱都拿不回来。因为这件事，三姑丈气的把三姑关在门外，不让她回家，在我家住了好几天。最后是几个亲戚一起上门去劝了好久，三姑才得以回家。我妈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笑得可开心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三姑这么窝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把这件事揪出来，无疑是在她心上狠狠地插上一箭。三妹啊，思思也是太久没回家了。我爸爸打着哈哈说道。他估计就是听我们说这么一嘴，也不知道详细的事情，然后用眼神示意我赶紧走。嘿嘿，对呀，三姑你就别生气了，
我嘿嘿笑道，回头把身子气坏了，又要回家吃饱啊！我不说了，我回房间去休息了，各位慢慢聊啊，哈哈。说完，我也不管三姑脸色有多难看，就拿着行李坐电梯去2楼了。三姑气得在原地一直跺脚，还听到她对着我爸骂道：“你交的什么女儿？乱说话，小心将来没有婆家要她。”我爸语气隐隐地说着：“我们家思思大把人追，不劳你费心。”听得出来，爸爸有些生气了，自己宝贝女儿被妹妹这样说，谁都会有火。后面他们再说的话，我就听不到了。我已经回到房间里，舒服地躺在我的公主床上。我拿出工作手机，看着一大堆微信祝福消息，祝老板新的一年能带领我们赚更多的钱。杨总，新年好呀！希望来年还能再与您合作。我是 Triple X 的小刘啊，上次跟您提过的某某项目，您有意向的话，欢迎随时跟我联系。我随便看了几个，最后把手机开了静音。既然回老家了，都跟他们说好，这几天我不处理工作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不识趣给我发信息？就在我即将收起手机的时候，一条新的消息弹了出来：杨总，新年好，请问您对于收购我们公司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朋友介绍来加我的，听说他们公司之前一直在做教育机构，最近几年行情不好，资金链转不过来。我当时通过好友的时候，确实有意要收购他们公司，但是不久后我就把相关的项目线交给手下的一个组，所以导致我忘记这件事，也完全不记得加过这个人了。我仔细一瞧，这头像和昵称，巧了，这不是堂哥杨树明吗？杨树明是我大伯的儿子，听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开了公司，每次家族聚餐，大伯和大伯母可是一直把他们的宝贝儿子吹得上天。我的工作微信跟生活微信的头像和昵称完全不一样，看来他是不知道他家的这个杨总就是他的堂妹。我暗自偷笑，没有急着回复。今晚吃饭的时候，直接当面问他，不更好？这时，一个女人直接推开我的房门闯了进来。思思姐，你怎么不下去啊？我们一起去逛街吧。说话的是我二姑的女儿杨娇娇。杨娇娇为人还是不错的，我上大学后，她也会偶尔跟我聊天，跟我吐槽她的婆媳关系。她结婚到现在快5年了，一直生不出孩子。去年还问我哪家医院的不孕不育医生比较好，可惜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建议她带上老公，两人都去医院查查看什么原因。她已经喝了好几年的中药，去大医院体检也体检不出什么原因，但是她老公就从来不去检查，婆家默认就是问题出在她身上，整天对她没好气。娇娇啊，你吓我一大跳。我看着她明媚的笑容，也跟着被融化，哈哈笑起来。你先下去等我，我换个衣服后陪你去逛街哈。娇娇结婚5年了，就是生不出孩子，不然现在她估计忙着带娃，也没空搭理我了。我换了衣服后下楼，楼下客厅里坐着几个人，正在和我爸妈一起嗑着瓜子聊着天。刚才被我气得不行的三姑已经回家了，就剩下二伯一家人和大伯。大伯看到我，眼前一亮，然后转头问我爸：“老三，咱们思思还单身呢吧？”我爸皱皱眉，微微点头。我已经预料到大伯要说些什么了。我们阿国认识个朋友，是大老板，在我们村口新开的那家饺子店，你们知道吧？就是他们家的。听说他们家饺子店是全国连锁的，可威风了。我看思思长得还不错，虽然看着显小了点，
但是现在男人不都喜欢年轻的？要不我待会叫阿国牵个线，介绍他们认识认识。要是思思能嫁给这样的人家，那你们可是要沾光的呀。大伯很自豪地仰起头，还用眼角斜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什么商品一样。我爸听着这话，刚才脸上还带着一点笑容，现在瞬间板起脸，正想要说些什么，我妈就率先开口：大哥，不是我说你，那个饺子店老板我们都见过，看样子都得40好几了吧？而且人家不是有老婆的吗？有老婆又有什么？他们那些大老板。戴伯母在旁边赶紧解释道：都有好几个老婆的，只是做大做小的问题而已。再说了，40好几正值壮年，配思思这种嫩嫩的年轻女孩刚刚好。戴伯母说完，看向我，好像已经在脑补我和那位40好几的已婚老板在一起的画面了。我瞬间无语，撩了撩我在回老家前专门做的头发。大伯，那你有个做老板的儿子，也算是半个老板，是不是大伯也有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嫩嫩年轻女孩在配着呢？大伯听到这话，眼角余光看到大伯母已经怀疑地看向自己，马上扯着大嗓门说道：你这丫头怎么随便乱说的？现在可都是一夫一妻制，违法的事我可不会做。我哈哈大笑，哈哈，大伯，你怕违法，我可比你更怕呢。然后我压低声音对着大伯母说：再说了，这种事一般都叫做偷情，谁会让自己正妻发现呢？我直接拉起娇娇往外走去，只听见大伯在我身后慌忙对着大伯母解释着什么。没有没有，老婆，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你别听思思这个丫头乱七八说。娇娇跟着我小碎步走出房子，然后拉住我，低声说：思思姐，我觉得我爸和我哥都可能有另外的女人。我倒是没想到，我随口一说，竟然被我说中了，连娇娇这种久久回一次娘家的人都发现了，更别说天天在家里的大伯母了。要不就是假装不知道，要不就是平时没注意，现在经我一提醒，各种蛛丝马迹都会浮上表面了。我陪着娇娇在街上走着，说是逛街，其实并没有进去任何一家店买东西。思思姐，上次你不是叫我拉着我家那口子去查吗？结果你猜怎么着？是他生不出，难怪我这几年天天跑医院，中药当饭一样吃都没用。他低声在我耳边说，医生说他是无精症，再加上阳痿，根本不可能有孩子。我恍然大悟，也难为娇娇这几年一直饱受婆家欺辱，原来是他们自己没种，还怪娇娇这块地不够肥沃。我安抚地拍拍她的肩膀，问她：那你公婆他们呢？怎么说？他们不知道，我老公说了，他怕丢脸，叫我别告诉家里人。我瞬间火冒三丈，他怕丢脸？那你这么些年都这么丢脸过来了，还是背的他的锅？娇娇眼眶有点红，抿抿嘴难为地说道：算了，他已经跟我公婆说好，我们不要孩子，现在我也不用去看医生，不用吃药了。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命里无孩子的缘分吧。我暗恻恻地说：娇娇啊，是他命里无孩，不是你。从以前我就知道娇娇很喜欢孩子，偏偏以为自己生不出，看到孩子有时候都会泪眼阑珊，有几次我都差点以为他要抢走别人的孩子了。经我这么一提醒，娇娇好像想通了什么。但是在村里长大的姑娘，观念可不是一时之间就那么容易改变的。她想说些什么，但是最终没说出口，我也没继续说，让她自己想想清楚的好。思思啊，我们要去辉煌大酒店了，
你们要回家跟我们一起去，还是你们自己去？电话响起，是爸爸的电话。我跟娇娇自己去吧，我们都逛到这附近来了。我挂了电话，跟娇娇直接前往酒店的方向走。来到酒店，进了包厢，包厢里已经坐了一些人，正在喝茶聊天。我和娇娇跟大家拜年，新年好，新年好。三姑看见我，想起刚才在我家被我对的场景，轻哼了一声，低头刷起了抖音。三姑丈脸黑得不行，估计刚才又跟三姑吵了一架。大姑笑盈盈地站起身迎上来，思思啊，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呢。她拉住我的手，亲昵地说，然后又瞥眼看向娇娇，你还是赶紧找个好婆家，嫁了生个大胖娃子，别年纪大了，到时候跟娇娇一样，想生都生不出来。娇娇实际上还比我小好几岁，但是因为这几年在婆家过得不是很好，再加上她穿的比较朴素，看起来莫名比我老了好几岁。我看见娇娇的脸色不是很好，随即说道，大姑，哈哈，你不记得了，我比娇娇大了好几岁呢。大姑睁大了双眼，刚想说些什么，包厢里涌进来好几个人，是我爸妈和二伯他们几人。瞬间包厢热闹起来，大家都互道着新年祝福。我发现杨树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家，把刚才脱线的衬衫换下，现在穿着一件普通的卫衣，看着顺眼多了。然后大家都陆陆续续找位置坐下，听说之前都是按照男人和爷爷奶奶一桌，女人小孩一桌，但是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除了三姑丈是本村的会来聚餐之外，其他的姑丈都开始找借口不来，慢慢的人越来越少，就大家一起坐一桌了。阿明啊，你来了，我正在嗑瓜子呢。突然大姑一声惊呼，原来是杨树明来了。杨树明身后跟着杨兴利，杨兴利是大姑的儿子，听说现在在杨树明公司上班。大姑赶紧迎过去，上下其手的趁机摸着杨树明身上的高档衬衫。阿明啊，我们家阿丽在你那做的怎么样？要是哪里不好，你直接跟大姑说，我揍死他。这个衬衫就看得出来是真的定制衬衫，跟之前杨树国身上的那件完全不一样，不愧是大老板，门面装得挺好。杨树明巧妙地闪开大姑的手，微笑点点头，大姑，阿丽做得挺好的，有她帮忙，我省了不少事呢。然后他看向我们，问道，大家人都来齐了吗？差不多了，来，你快坐下吧，那我就叫酒店上菜了，我正吃着菜呢。大伯用筷子敲了敲酒杯，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心。放下酒杯，突然大伯母问我，思思，听你妈说你现在在 X 创业啊？我点点头，一个20好几的大姑娘还创业，说出去不笑死人了。不是大伯母说你还是赶紧找个男人嫁了，这样也不用上班，在家带娃就好。我转念一想，说，谁说我没有对象了？我有呢。我拿出手机，翻出微博关注列表，还不少呢。大伯母顿时脸青，二姑说，你个小丫头可别乱说，传出去像什么样子，到时候可真嫁不出去了。这时大姑突然给我酒杯加满酒，思思，你还不赶紧敬一下阿明？我疑惑看向大姑，我敬明哥干什么？虽然大家现在吃着喝着都是互相敬酒的环节，但是大姑专门来叫我去敬杨树明，也太奇怪了吧？干嘛费那心思去创什么业？直接叫你明哥给你在他们公司安排个位置啊。阿明的公司很大的，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杨树明也听到大姑的话了，摆摆手，思思你别客气，
找不到工作的话，确实可以找我。就一句话的事。突然，杨树明的手机响了，我接个电话，你们继续。他朝我们说，然后就直接在座位上接起电话。瞬间，饭桌上安静下来。杨树明听着手机那头说了几句，然后脸色变得有点难看。好，没事，我来处理。就听到他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挂了电话，看向大家，又恢复了微笑。只见他低头对着手机操作了一番，然后抬头继续对我说，要不我直接安排你去我们公司做前台，你形象也不错，就当个门面，每天也不用干活的。我感觉手里的工作手机响了一下，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然后拿起工作手机，看着上面的信息，杨总，求求你救救我们公司吧。我轻声念出信息的文字，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坐在我对面的杨树明听到。杨树明瞬间变了脸色，其他人也没有在意我说的话。大姑继续说道，这就对了吗？思思，你这样也不用再去找工作了，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大老板吗？大家注意力都在我身上，没人发现此时杨树明正脸色巨变，看着自己的手机，然后再看我。他赶紧起身冲向我，思思，你是怎么知道我发给杨总的信息的？他一边跑向我一边问道。我拿出手机向他展示了跟他聊天窗口的那一页，一瞬间他就知道我就是他想要求的那个人。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大姑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思思啊，你看你堂哥对你多好，你一开口，他马上就能给你安排工作。大伯母似乎对亲戚一直往自己儿子公司塞人不爽很久。我看阿明你就是太好心了，上次阿丽进你们公司，不是还送了几千块购物卡吗？他重重地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思思啥也没干，就白得一个工作。大姑瞬间脸色变得铁青，她看向自己儿子，怒骂，几千块购物卡，我怎么不知道？杨兴丽有点尴尬，讪讪说道，妈，我回家再跟你说。我看着局势发展的越来越奇怪，冷静地看向杨树明，明哥，那我要送你购物卡吗？杨树明立马摇摇头，他激动地赶紧走向前几步，思思，不，杨总，我们公司真的快不行了。他脸上露出谄媚的表情。最开始我爸妈也会问我什么时候找对象，我大伯母听到杨树明叫我杨总，一脸不可置信，阿明，你叫思思什么？他不是还要叫你帮忙安排工作，怎么可能是什么杨总？妈，你别乱说，思思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要收购我们公司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又转头真诚地看向我，我淡淡地说，我考虑考虑，然后示意他坐回座位上。现在就算大家是傻的，也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大家的态度迅速转变，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夸我，哎呀，思思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真让我们这些做长辈的都自愧不如啊。是啊，思思年纪轻轻就已经那么成功，以后肯定还会更厉害。我微笑着应付着，不急不躁。大家越是阿谀奉承，我越是心里明了，今天之后，他们奉承的对象要从杨树明那转移到我身上了。最后，我还是收购了堂哥的公司，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但是为了避免麻烦，我把爸妈都接到了市里我新买的房子里，偶尔过年才回去一趟。其他时候都没再踏足那个充满虚伪与算计的老家。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
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